乐宝虽然平时大大咧咧的，但是自己园区细微的改变，乐宝则会立马察觉。今天宋3岁给乐宝的生日立牌进行了安装，将其安装在了乐宝的躺椅上，这样游客们来观看时就会意识到乐宝已经12岁了。宋3岁安装完后，来到了室内园区，喊乐宝去室外。宋3岁开心的让乐宝猜猜他的室外园区有什么变化。宋3岁怕乐宝看不到自己的努力成果，于是便只在小躺椅上放了竹子，这样乐宝就不得不来小躺椅上了。此时的宋3岁已经兴奋不已了。짜잔！乐宝来到自己的小躺椅上后，一下就发现了自己小躺椅的变化。乐宝察觉到了小躺椅的不同，不过乐宝更在意的是藏在竹子堆里面的窝头。乐宝坐下后，立马开始扒拉自己的竹子，找到窝头后，乐宝便开始享受了，对着自己的大窝头就是一大口，直接大块朵颐起来。不过乐宝吃完他的窝头，竹子却没吃几口，但是给竹子造得乱七八糟的，然后就想着回室内了，回到他的爬架上继续睡大觉。陪完了乐宝后，宋3岁又来接爱宝去室外了。这时姐妹俩还没出来，游客们也都还没有进场。爱宝要去享受专属于他的自由清晨。宋爷爷讲，爱宝有晨练的习惯，一直都是早睡早起，生活自律。宋爷爷在陪伴爱宝时，还给爱宝讲了最近福宝的情况，表示福宝现在已经成为了大姑娘了，有了假孕的反应。福宝回国后的生活和成长都很受游客们的关注，依旧像是在韩国一样，有许多人喜欢和支持。福宝回国也一直在走花路，让爱宝放心。当爷爷笑眯眯地俯下身，轻抚着瑞宝毛发，戏谑地称他为熊猫世界的猪兔子。瑞宝似乎对这个新外号不太满意，于是他决定追着爷爷要竹子吃。爷爷一边躲闪，一边笑着说：瑞宝哪里听得进去，他开始模仿走钢丝的模特宝宝，不过他的眼睛始终盯着爷爷手里的竹子。终于，瑞宝扑通一下掉进了竹子堆里。爷爷看着这一幕，忍不住拿起竹子逗瑞宝玩。瑞宝挥舞着小爪子，仿佛在打拳，还黏着爷爷不放。不一会儿，爷爷就被瑞宝的活力逗得笑个不停。而此时的辉宝正在赖床，想要爷爷摸摸毛头。瑞宝挤到辉宝身边，霸道的占领宝地。辉宝一脸懵，瑞宝咬着辉宝的毛毛，开始打拳表演。爷爷无奈的劝架，但瑞宝似乎并不在意。这时瑞宝翻了个身，又开启小霸王模式。哼，没有辉宝，不是还有爷爷您吗？看我的小拳拳，爷爷打不过就跑。不过这一切都被辉宝看到了。到了吃饭时间了，好像是刚才打拳打累了。瑞宝拿起一根大号的竹子就开始啃。爷爷耐心的解释，这是你妈妈才能吃的，你现在的牙齿咬不动。但瑞宝并不听劝，他坚持要啃那粗大的竹子。瑞宝表示，不听不听，我一定会成功的。爷爷先把镜头给到2号饭包辉宝。就在这时，爷爷寻找着辉宝，却发现他正躲在妈妈的饭桌上玩耍。但辉宝的淘气行为很快就被妈妈发现了，他被狠狠教训了一顿，乖乖地钻到了竹子里。不过辉宝很快又钻了出来，继续他的捉迷藏游戏，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淘气包。两个爷爷今天得空来到园区，一起陪姐妹俩玩耍。两个爷爷一人抱着一只，这样不会争风吃醋。爷爷搂着姐妹俩跟姨姨们打招呼，看样子应该是今天福宝在房间里很乖，所以两个爷爷这才有空一起出来。一会儿，两个爷爷给姐妹俩拿来奶盆，给姐妹俩喂奶。这阵仗姨姨们还是第一次见，想必以后姐妹俩的午餐应该都会在园区吃了。两个爷爷给姐妹俩把奶盆放好，倒入兑好的奶水。辉宝很自觉地走向宋爷爷，而瑞宝则主动走向江爷爷。姐妹俩不愧一个叫宋光君，一个叫江小瑞。姐妹俩吃奶时还时不时看看对方的进度如何了，吃着吃着还要抬头看看窗外的姨姨，盆里的奶水吃得满床都是。两个爷爷则就这样在旁边守着。瑞宝吃着自己碗里的，还要惦记妹妹的碗。江爷爷看到瑞宝要去抢奶，立马去制止。而爱宝则趁这个间隙正在室外园区放松心情。爱宝表示，这撒手孩子独自享受自由的感觉简直不要太爽。下午接姐妹俩下班时，两个爷爷还是一起来的。俩爷爷一人怀抱着一只，然后将其抱着向通道门口走去。光君同志在路上还跟姨姨们挥手敬礼，不愧是爱宝教育出来的孩子，就是这般懂礼貌。两个爷爷到达员工通道门口后，将姐妹俩放下，送爷爷回去拿东西，而姐妹俩则交由将爷爷暂时照看。但将爷爷有点手忙脚乱了，
可能一不注意就会溜走一只。乐宝作为宝家最有主见的大熊猫，连叫奶爸给自己开门下班的方式都与众不同。虽然乐宝没有宝家其他成员会撒娇、会卖萌，但每天兢兢业业上班的乐宝，对于奶爸们不满意的地方也都会生动的表演出来。例如这次奶爸送的竹子不好吃，那乐宝就不吃，但乐宝不会像福宝一样在讨厌的竹子上打滚。乐宝情绪比较稳定，而是会直接走去关底竹林，二话不说将自己看中的竹子咬断带走，先想办法给自己肚子填饱再说。而且乐宝也会偶尔宠粉，哄得姨姨们开心不已。当遇到喜欢的姨姨时，乐宝还会在姨姨的面前打上标记。不过奶爸们也明白乐宝的辛苦，作为宝家终年无休的大熊猫，当然要特殊的照顾和关怀。乐宝一直吃着宝家最大的窝头，由于窝头管够，所以乐宝在吃窝头时会直接大口大口咀嚼，不会像福宝一样吃得很仔细。而宝家的小躺椅也是乐宝最先拥有的，当时乐宝拥有小躺椅后，开心的已经无法用言语形容了，在自己心爱的小躺椅上不断的翻滚。可能也是由于乐宝太激动了，一脚下去就给小躺椅的扶手踢断了。紧接着乐宝想要爬起来，但结果又给扶手的另一块木头也掰断了，这让原本崭新的小躺椅一下变得支离破碎。可能也因为宋奶爸第一次制作没摸透乐宝的力量，之后宋奶爸怕断裂的小躺椅弄伤乐宝，赶紧让乐宝回家休息了。之后宋奶爸紧急加工，为小躺椅进行加固。小躺椅加固完，乐宝再次来到室外园区，这次小躺椅的质量经受住了乐宝的考验，而宝家第一个躺椅就这样诞生了。在乐宝使用了一段时间的小躺椅后，宋奶爸觉得乐宝的躺椅还可以升级一下，于是宋奶爸在另一个姨姨的帮助下，为乐宝的小躺椅进行了2次升级。这一次小躺椅变宽敞了，乐宝坐起来更舒服了。不管宝家的哪个成员，奶爸们都在细节的观察着他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而且也会用实际行动为宝家的生活质量进行提升。想必这也是乐宝情绪一直很稳定的原因之一吧。因为他有着2个同样情绪稳定的奶爸。随着爱宝和姐妹俩开始营业一整天，姨姨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爱宝陪姐妹俩玩耍的画面，不再是每次姨姨来时只能看到爱宝吃竹子和睡觉的样子了。以前或许是因为爷爷们把竹子都放到了室外，所以爱宝出门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先把肚子填饱，等吃饱时便到了下班点，爱宝就直接回家了。而现在爱宝吃饱后，有了很长的时间可以陪姐妹俩玩耍。瑞宝和辉宝最近也深刻感受到了之前在园区从未感受到过的浓烈母爱，甚至让辉宝看到妈妈要过来陪自己玩，第一反应都变成逃跑了，因为如果被抓住就有可能会被妈妈清理屁股。现在瑞宝和辉宝还处于无法产正常成年大熊猫的青团，而现在姐妹俩产出来的青团往往都会被爱宝亲自清理掉。虽然在园区里不用担心有敌人袭击，但爱宝需要把自身的本领全交给他们，这样瑞宝和辉宝长大后不论去到哪里都能有一定的野外生存技能。不过好在有姐姐和自己分摊母爱，这不会使某一只熊感到特别劳累。瑞宝和辉宝这样陪妈妈玩累了，就不会再莫名的挨揍了。现在都是母慈子孝的画面，爱宝躺在小亭子上睡觉，辉宝就安静的倚靠在妈妈的背上吃竹子。一会儿爱宝这个姿势睡累了，起身给自己换了个姿势，而辉宝因为没有靠背了，于是便拿着自己的竹子离开，来到了姐姐身边，然后继续啃自己的竹子。对辉宝来说，除了在妈妈身边以外，剩下只有在姐姐身边才会有安全感了。这无忧无虑的熊声治愈着每一个来看福宝一家的姨姨。而且现在爷爷不再只给爱宝的竹子放在小木床上了，因为之前福宝也要营业，于是爷爷便给爱宝和福宝的竹子分开放，防止彼此因为对方的气味而产生异常情绪。而现在福宝不会再出门营业了，爷爷们开始给爱宝的竹子往小亭子上放，因为空间足够大，这样爱宝在吃竹子时，姐妹俩还可以在妈妈身边玩耍。这个画面简直就像是人类走进了童话王国一般。见姐妹俩下班，老是偷摸回去，给爱宝自己一人留在园区。不知道的姨姨以为是爱宝不听话呢，实际上是瑞宝和辉宝太积极了，把一向最尽职尽责的爱宝对比成了不听话的形象。今天姐妹俩早就在园区玩够了，等到下班点时都成了双打的茄子面了。辉宝这里跟瑞宝玩耍时，从独木桥上掉了下去，之后随手拉过了旁边的南天宝来。这南天宝已经被姐妹俩折腾的只剩下一根杆，不知道的以为是爷爷们插了根棍儿来造景呢。爷爷们这日子就是这样过着过着，就莫名的被挂网上了。姐妹俩在小亭子上翻来覆去，时不时还会看看通道门口，想着通道门什么时候开啊。
而爱宝刚才在室外玩累了，正躺在小亭子上睡觉。无聊的姐妹俩这里一起捡了一根妈妈吃剩的竹子啃了起来。不过很快通道门开了，瑞宝这里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回家了。瑞宝给自己从小亭子上翻了下去。通道门口这时也传来了圣熙阿姨呼喊瑞宝、辉宝的声音。原本落在后面的辉宝听到姨母叫自己的声音后，反超了9级，成了今天第一个回家的优秀员工。而瑞宝也紧跟其后。瑞宝、辉宝回去后，圣熙阿姨怕姐妹俩再跑出来，立马给通道门关上了。姐妹俩回家后，爱宝这里也一下坐了起来。爱宝这时已经醒了，只需要稍微起来缓一缓就会回家了，所以姨母并不用头疼。而反之，隔壁的乐宝才是该头疼的。乐宝这时没有睡觉，通道门也开着，但乐宝就是不想回去。乐宝铲完青团后，又惬意的吃起了竹子，很是嚣张。爱宝正趴在小滑梯上休息，爱宝趴在小滑梯上后，便没有了姐妹俩的位置。不敢和妈妈抢地盘的辉宝抱着小滑梯，自己给自己掉到了小滑梯下面。不过这样一对比，辉宝最近长高了不少，以前辉宝都够不着滑梯扶手的，而现在感觉快比滑梯高了。辉宝掉下去后，爱宝给自己换了个姿势，给一直藏在身后的瑞宝露了出来。此时瑞宝被妹妹爬上来的声音吵醒了，瑞宝爬起来给自己换了个位置。瑞宝这2步路走得人不人样的，或许瑞宝早就知道辉宝上来后肯定要折腾妈妈，而自己还是睡在那里的话，难免会受到波及。辉宝在爱宝身边折腾来折腾去，丝毫没有困意。一会儿，辉宝索性直接来到了旁边的小树上，自己玩耍。辉宝向来比较独立，很符合大熊猫喜欢独居的本性。而瑞宝这里则正躺在妈妈身边，吃着竹子，妥妥娇贵的小公主模样，让来观看的姨姨们不断发出耶波耶波的声音。下午福宝营业时，胃口不是很好，福宝总是痴的望向窗外的姨姨们，总是吃一口就发会呆。不知是不是福宝也感觉到了自己将要离开的氛围，吃竹子都变得不积极了。而乐宝这里则看到最近自己窗外的姨姨们越来越少了，都去自己女儿那边了，于是便给姨姨们表演起了新节目。乐宝爬到高高的树顶，采摘着和树平齐的竹子。这棵小树乐宝之前都没有爬过，乐宝在树上来回的攀爬晃动，树上的叶子纷纷向下飘落。乐宝在树上辗转腾挪，像是玩够了打算下来，但上树容易下树难，这让宝家最灵活且最健壮的乐宝也犯了难。乐宝环视着小树周围，寻找着合适的落脚点。等乐宝摸索好后，抱着树干一个180度大回旋，平稳落地。此时园区外面传来响彻的欢呼声和赞叹声，姐妹俩排队和爷爷贴贴，还在辉宝后面的瑞宝都等不及了，催促妹妹快一点，该轮到自己和爷爷玩了。这温馨的画面，此时多想坐在独木桥上的是自己啊。下午时，爷爷来给爱宝送竹子。宋爷爷全部忙完后，来到瑞宝的小滑梯前，爷爷将瑞宝轻轻搂进自己怀里。这温馨可爱的一幕，真的是要羡煞旁人。宋爷爷紧紧抱着瑞宝，这一刻仿佛一天的疲惫都被瑞宝治愈了。而瑞宝也很懂事，在爷爷怀里乖乖的也不吵闹。宋爷爷多想将时间停止在这一刻。宋爷爷凑近瑞宝，对瑞宝说着悄悄话，肯定是在偷偷夸瑞宝是熊猫界最可爱的熊猫幼崽吧，也是为了防止让辉宝听到。不过宋爷爷将瑞宝抱走时，刚好路过辉宝，辉宝表示这一天终究是来临了，爷爷终究是不爱了。辉宝就这样目送宋爷爷抱着瑞宝甜甜的离开。宋爷爷给瑞宝放下后，立马回来抱辉宝。辉宝表示迟来的爱自己不要，辉宝让爷爷走开。就算被爷爷强行抱起，辉宝也仍是一声抗拒，不想让爷爷碰自己。而在刚才哄辉宝时，瑞宝又偷偷跑了出来。宋爷爷第3次来到园区，爷爷给小亭子上的瑞宝拉到了怀里，宠溺地问瑞宝怎么这么调皮。就在爷孙俩沉浸在这宠溺的滤镜中时，辉宝又出来了。这一幕刚好被辉宝撞见，辉宝感觉自己的小心脏受到了2次伤害。而宋爷爷现在也管不了这么多了，这次收熊反反复复跑了好几趟。放下瑞宝后，宋爷爷立马折返回来抱辉宝，然后抓紧给其带回家，关上门。而江爷爷收熊则与宋爷爷不同，江爷爷一边先温柔地安抚姐妹俩，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甜言蜜语给姐妹俩哄睡。这顿操作让姨姨们都不禁以为江爷爷是不是会催眠，而且江爷爷还喜欢把姐妹俩都抱在一起，表示姐妹俩就是要整整齐齐、团团圆圆的在一块儿才行。此时无聊的爱宝玩耍起了正在小滑梯平台上发呆的瑞宝，爱宝给瑞宝推到小滑梯上，然后一拍瑞宝的屁股，就给瑞宝从小滑梯上推了下去。然后爱宝也开心地跟着瑞宝跑了下去。瑞宝此时一脸幽怨地表示妈妈真讨厌。
折腾完瑞宝后，爱宝又来折腾在小亭子上熟睡的辉宝。爱宝一口咬在辉宝的屁股上，没有原因就是玩，然后接着又给辉宝倒立在了自己的怀里，咬着辉宝的尾巴。爱宝这个样子也像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爱宝站起身看了一下奶爸有没有在园区，不然一会儿又要说自己欺负他的宝贝孙女了。爱宝确认奶爸不在后，爱宝给辉宝重新抱进了怀里，然后侧躺了下来，搂着辉宝，想让辉宝陪自己一起睡觉。爱宝也不是每天都这么调皮，今天的爱宝就很稳重，在独木桥上蹲着铲完青团，然后便去到了奶爸的通道门口，让奶爸给自己开门回家。而隔壁的乐宝最近不太喜欢在小亭子上吃东西了，而是喜欢坐在奶爸的油菜花堆里，还喜欢吃爷爷栽种的南天竹。姨姨则为乐宝说话，表示作为宝家最累的大熊猫，乐宝想吃就让他吃点吧。而这2天福宝营业时，2个爷爷经常会来到园区陪福宝，比如给福宝送点小零食，近距离接触一下福宝。而福宝因为爷爷来到园区给自己送小零食，也很是开心，一边吃着爷爷给的小零食，一边看着爷爷。福宝不懂离别，只知道爷爷们给的窝头和胡萝卜是最好吃的。在姨姨们为了看福宝而给爱宝乐园挤得水泄不通时，饲养员们并没有只将注意力放在福宝身上，隔壁的乐宝也享受了同样等级的对待。昨天爷爷们给乐宝扛来了满满一大捧的竹子，吃过竹子后的乐宝围着园区转了一圈，然后来到了小泳池里。不知是不是乐宝感觉天气开始变热了，乐宝坐在泳池里想给自己降降温，顺便还可以洗个澡。乐宝这个样子像是在东北的大洗澡堂里泡澡一样。昨天姨姨一共排了2次队，第2次来时，福宝正在室内园区，宋爷爷给福宝送来了竹子寿司，里面的是胡萝卜馅的。福宝抱着竹子寿司啃咬着，福宝想只吃里面的馅儿，不想吃竹子。福宝对着竹子寿司舔来舔去。而这几天姨姨们为了多留有福宝的一个念想，爱宝乐园里面的周边都被卖断货了，将爷爷等饲养员都被调来帮忙干搬运了，而排队结账的队伍更是排了老长，这让姨姨对福宝不舍的痛全撒在了购物上。昨晚宋爷爷来到园区，又来和福宝近距离接触了，福宝任凭爷爷对自己抚摸，没有丝毫的抵抗心理，这让姨姨看了心里暖暖的。同时宋爷爷还给福宝送来了一个小飞机，福宝抱着爷爷制作的小飞机啃咬着，表示爷爷制作的小玩具总是这么好吃，而且还很漂亮。福宝很喜欢爷爷制作的这个小飞机，而爷爷看到福宝这个样子，心里也很开心。福宝给爷爷提供的情绪价值直接拉满，而想必留下牙印的竹飞机会成为爷爷的珍藏品吧。而这2天福宝的心情一直都很好，像是在跟姨姨们说，让姨姨们不用太担心自己，就连吃个窝头都开心不已。等爷爷给自己开门时，福宝这小模样更可爱。福宝躲在通道门口，小脚给自己挠着痒，简直要萌坏姨姨了。大年初2，姨姨便早起坐公交车来到了爱宝乐园。姨姨到达乐园时是8点半，距离10点的开门还有1个半小时的时间。不过姨姨带了折叠板凳，这样可以保持体力，一会儿可以全力冲向瑞宝和辉宝的园区。等9点40时，爱宝乐园的门口已经人满为患了。10点到了，园区准时开始检票。检票完后，姨姨便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冲向园区。而今天还是福宝出生的第1301天，体重102.5千克。此时的室内园区里，爱宝和双胞胎都在。瑞宝正坐在小滑梯上吃竹子。瑞宝通过几天的学习，明白了竹子该怎么吃，知道了手里的这种竹子应该只吃竹叶，不再抱着竹茎啃。而辉宝和爱宝则正在小亭子上。随着姐妹俩越来越大，爱宝在小滑梯上越来越不舒服了，便来到了小亭子上睡觉。2米宽的小亭子，想怎么睡就怎么睡。而睡不着的辉宝则在旁边自己玩耍着。而瑞宝这没有了妈妈和自己争抢小滑梯，自己在小滑梯上玩得很是舒适。姨姨还发现，小滑梯上原本的小挡板已被啃去了大半。福宝一家的牙口向来都是这么好。瑞宝在小滑梯上挪来挪去，尽显可爱。一会儿，姨姨再次排队回来，姨姨发现还是爱宝更可爱。爱宝翻身到独木桥下面，在下面抱着独木桥一边啃一边往前爬去。爱宝这或许是在为双胞胎姐妹俩清理独木桥，防止双胞胎在攀爬时划伤。一旁的辉宝都看愣了，而瑞宝依旧在小滑梯上玩耍着。一会儿，爱宝下班回家，宋爷爷来到园区陪姐妹俩玩耍。宋爷爷给辉宝递了根竹子，给瑞宝递了块大胡萝卜。瑞宝抱着胡萝卜有模有样的啃着。不过现在的瑞宝只能给胡萝卜上留下几颗牙印，除此之外并不会对胡萝卜造成其他伤害。昨天年30，辉宝依旧没有逃过爱宝的教育。爱宝是打算给新年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意味着从年头打到年尾。辉宝原本在小滑梯上躺着玩耍，爱宝咬着辉宝的小脑袋，直接给辉宝从滑梯平台上拖了下来。辉宝重重摔在了小木床上，一旁的瑞宝看到妹妹挨打，自己赶紧将头转过去，假装自己没看到，希望妈妈的攻击力别波及到自己。不过实际上爱宝每次在教育辉宝时都只是动作大，实际上辉宝摔得不疼。当爱宝提起辉宝给辉宝扔到小滑梯平台上时，可以明显看到辉宝在即将摔到滑梯平台上时，爱宝将自己的手挡在了辉宝的脑袋后面，以防辉宝磕到脑袋，便用自己的手给辉宝垫着。而由于场面过大，瑞宝此时早已跑走。瑞宝从园区捡了一个竹筒玩具，自己躺在地上玩耍了起来。而辉宝被妈妈压在身下，根本动弹不得。不过辉宝这次没有挣扎的痕迹，看样子应该是很喜欢妈妈这样弄自己。而瑞宝就这样在小木床旁边玩耍着大竹筒，也很快乐。辉宝这里被妈妈反复从小木床上叼到滑梯上，再从滑梯上叼回小木床上，最后重重的从小滑梯上摔了下来。摔下来后，爱宝也没了玩耍的兴趣，转身离开。辉宝在爬上来时已经发现妈妈不见了，而瑞宝这里则从头玩到尾，一直在自己玩耍着，乖巧的样子很是可爱。一会儿，福宝出门营业，福宝躺在室外的小亮台上，贵妃糖躺在小亮台上，尽显自己那曼妙的身姿，亦或是站起来撕咬爷爷的小吊床。好在爷爷这次选用的布料比较抗造，不然用不了2天就要换新了。福宝眼看在下面拆不了，又爬到小吊床上面。福宝在小吊床上面连蹦带跳的，两个爷爷看了头顶直冒汗，表示幸好是自己亲手制作的，质量有保障。这要是买回来的，对其质量不明确，两个爷爷应该也不敢让福宝这般折腾，指不定哪天小吊床就漏个洞出来。在瑞宝和辉宝的一起努力下，小亭子旁边的南天竹终于只剩下了一根杆子。而此时在室外的福宝正在攀爬爷爷给自己在树上刚搭建的小亮台。福宝抱着树干一蹦一跳的，3两下就来到了亮台上。不过这个亮台怎么有点眼熟呢？好像和福宝之前的小秋千有点像呀。宋爷爷这是一物多用，福宝坐在小亮台上的样子看起来很是惬意。而此时园区里还刮起了风，这样福宝的亮台更有意境了。福宝在亮台上坐了一会儿，又抱着树干继续向上爬去。或许是福宝感觉这位置有点矮，没有树顶来的刺激，福宝爬到更高处坐了下来，在树上享受起了这冬日里的微风。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爬树亦是如此。福宝上树简单下树难，而且这次还多了一个亮台，这让福宝下树时更为艰难。福宝滑到亮台上后，在上面来了一个倒挂金熊，给自己倒立在了树缝中间。但是福宝没有找到向下的着力点，福宝探出头观察了一番之后，伸出手给自己稳定了一下。福宝将头牢牢卡在树缝中，然后一个360度回旋，成功给自己转了下来。但不知道福宝的小脑袋夹得疼不疼。宋爷爷这次制作的亮台多少有点费熊呀。福宝一爬一个不吱声。而这时室内园区就显得平静温馨了许多。辉宝来到小亭子上研究起了树缝的长宽比，而瑞宝给自己造的脏不拉几的正坐在小滑梯上啃竹子，这脏兮兮的样子已然有了当年福宝的风范。或许瑞宝是特意致敬福宝姐姐。而宋爷爷这时则拿来了毛毯为瑞宝擦身子，毛毯的图案还非常的应景，是福宝的照片。宋爷爷将毛毯包裹在瑞宝身上一通揉搓，而一身反骨的瑞宝则不断反抗着爷爷。爷爷越擦瑞宝越调皮，辉宝则还在下面偷袭瑞宝，一口咬在了瑞宝的尾巴上。下一秒瑞宝没抓住，一屁股坐在了辉宝的头上。姐妹俩这次谁也没占着便宜。晚上福宝正在树上睡觉，宋爷爷来到了园区，给福宝拿来了一个苹果胡萝卜小花束。宋爷爷这果盘排的真是越来越好看了。福宝接过爷爷的小果盘，放在鼻子上闻了闻，然后便开心的吃了起来。不过福宝最后只吃了上面的苹果，当只剩下胡萝卜时，福宝无情的给胡萝卜扔到了小亭子上，然后给自己换了个姿势继续睡去。福宝这现在比乐宝还要挑食。昨天爷爷给福宝在小树上增添了一个小吊床，虽然福宝快乐了，不过爷爷们的工作难度也随之提升了。因为现在如果想将竹子放到小吊床上，宋爷爷必须爬上福宝的小亮台，现在放竹子也成了一个技术活。宋爷爷爬到小亮台上，将竹子放好后，发现福宝的小零食忘记带上去了。宋爷爷站在小亭子上，尝试给其扔上去，没想到真的成功了。姨姨们纷纷给宋爷爷打出10分的满分成绩。而此时室内园区的江爷爷正在收熊回家。辉宝看到爷爷来了，但自己还想再玩一会儿，于是便往树上爬去，但由于太过激动，手一滑，
直接从小树上一路摔到了地下。而将爷爷刚拿出来的手机，紧接着又装了回去。本想记录辉宝的治愈生活，没想却目睹了辉宝的事故现场。将爷爷蹲下身，鼓励辉宝自己爬上来，教辉宝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辉宝爬上小亭子上，将爷爷给其抱起，给其带回了家。将爷爷给姐妹俩接回家后，福宝很快便从通道门里走了出来。而此时，宋爷爷正站在去往室外园区的通道门口，呼唤福宝。宋爷爷想让福宝赶快体验一下自己搭建在树上的吊床。宋爷爷曾表示，福宝抱着自己制作的玩具肆意的打滚，这所提供的情绪价值就是给予自己最大的鼓励，这样自己便更有动力为福宝制作新的玩具。福宝来到室外园区后，先是给小躺椅上的小胡萝卜吃掉，然后便爬到了小亮台上。刚才福宝在下面还没有发现这第3层的小吊床，福宝爬上来后，明显对小吊床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福宝给小亮台上的窝头找了出来，然后给其吃掉。福宝在小亮台上填饱肚子后便爬了下来。此时的姨姨们都想问福宝为什么不往小吊床上爬，难道是不喜欢吗？当然这同样也是宋爷爷的疑惑。福宝从树上下来后开始在园区闲逛，这时天上有飞机飞过，福宝讨厌这类的嘈杂声，于是福宝爬上小吊床，在小吊床上翻滚起来，试图要把在天上产生噪音的飞机给打下来。宋爷爷看到福宝的状态发生变化，在旁边安慰着福宝，但这没有让福宝安稳下来。小吊床上的竹子全被福宝弄到了地上，好在2个爷爷之前做过人力重量测试，小吊床扛得住福宝这般折腾。但是福宝在树上的危险动作让姨姨们惊呼连连，害怕福宝摔下来。好在福宝最后平稳落地，这才让姨姨们把悬着的心放下了。爱宝母女3个在树上玩闹，宋爷爷在一旁开心的拍照。早上爱宝带着双胞胎出门营业，瑞宝出门后就爬到了小树上，这个习惯和福宝小时候一样。之后爱宝为了教育瑞宝也爬了上去，瑞宝吓得立马给自己缩到了独木桥上，时时盯着妈妈的眼色，随时准备逃跑。爱宝爬到小树上后一动没动，单纯用眼神就给瑞宝吓退了。瑞宝老老实实的一点一点的从独木桥上滑了下去。爱宝看到瑞宝下去后，转身坐在小树上休息了一下。而宋爷爷看到这有趣的场景，也忍不住来到园区，拿出手机记录了一下母女3个的有趣生活。而在昨天，辉宝也跟妈妈上演了同样的一场爬树的故事，只不过辉宝爬的是另一个小树，而当时是江爷爷值班。江爷爷看到爱宝要准备给辉宝上课了，立马懂事的离开。爱宝看到辉宝爬树后，便立马上前去制止辉宝。辉宝在树上躲避着妈妈，而瑞宝此时路过，让妹妹加油。辉宝紧紧抱着身旁的竹子风铃，死活就是不下去。爱宝没有拗过辉宝，便放弃了。辉宝被江爷爷誉为熊猫界的蜘蛛侠，可不是白叫的。一会儿，爱宝看到爷爷来了，以为是要让自己回家休息了呢，立马从树上下来。爱宝不像姐妹俩没有上班的观念，爱宝深知上班的痛苦。爱宝看着奶爸一直举着手机拍，也没有要给自己开门的意思。爱宝爬下小亭子，打算亲自问一下奶爸怎么个事儿。宋爷爷看到爱宝来了，立马把门关上了。好奇的瑞宝看到妈妈去爷爷门口了，也跟了上去。今天的瑞宝和辉宝又换了性格，而辉宝则一直在小亭子上老老实实的坐着。姐妹俩这经常互换性格的事情，让有些姨姨容易搞混。一会儿，瑞宝看到妈妈去到通道门口了，立马跟上去，想跟妈妈一起回去。爱宝看到瑞宝跑了过来，立马堵住通道门口。现在爱宝和爷爷们是一条战线上的，明白要让瑞宝留在园区营业，而爱宝自己则要回房间独享自由的熊生。而乐宝这里又在到处做标记了。乐宝想着今年奶爸会不会再给自己编一只小母熊出来，但无奈韩国只有爱宝一只女大熊猫，如果再多几只女熊，想必用不了几年，乐宝就会拉高整个韩国的生育率。此时爱宝感觉下班时间到了，拖着瑞宝准备往家走。此时瑞宝并不想回家，但无奈妈妈觉得自己想，而瑞宝因为没有反抗妈妈的能力，只能无情的被妈妈拖走。好在中途爱宝累了，瑞宝瞅准时机，转身就跑了出来。瑞宝迈着自己的小碎步，虽然步子不大，但瑞宝小脚倒腾的快呀。瑞宝从辉宝身边跑过时，给辉宝都看懵了。辉宝心想什么东西，嗖一下就过去了，跟个大耗子似的。辉宝立马跟上前去查看。爱宝走后，园区就是姐妹俩的地盘了。瑞宝、辉宝在园区玩的逐渐放肆，因为姐妹俩不用再担心妈妈会突然过来揍自己了，亦或是被妈妈莫名的宠溺，被强行感受来自妈妈的疼爱，给辉宝爱的一爱一个不吱声。姐妹俩在园区追逐打闹着，一点烦恼都没有，无忧无虑的样子，
治愈着来观看的每一个姨姨们。一会儿，姐妹俩来到了饮水盆前，打起劲儿的姐妹俩直接站了起来，而辉宝直接占据地理优势，站在了饮水盆上，占据高地，咬着瑞宝的皮套。江爷爷看到后，急忙过来劝架，拍手示意姐妹俩别打了。江爷爷来到园区后，又和姐妹俩追逐了起来，每次都耍得姐妹俩团团转，但姐妹俩仍是乐此不疲。用不完的精力，一会儿将爷爷给姐妹俩带走。姨姨再次排队回来时，福宝来到室内园区接替姐妹俩了。此时的福宝正坐在小亭子上吃胡萝卜，一块胡萝卜不足以让福宝吃饱。胡萝卜吃完后，福宝又拿起身旁的竹子吃了起来，而吃完就睡则是福宝的作息习惯。福宝来到小树上，伸着懒腰头往下看去，还给姨姨们展示了一下自己的大长腿，一个姿势展示了福宝所有的条件。小树上睡着不舒服，福宝便又来到了小滑梯上。福宝在小滑梯上躺了一会儿，侧了个身，翘起屁股拉起了青团。不过福宝这个样子怎么好像还在睡梦中，一脸熟睡的样子。福宝总是这么不拘小节，一边睡觉一边拉青团，舒服到想躺着产青团。碰巧的是，此时的乐宝也在产青团。